这是岛国影史上客串明星最多的一部悬疑日剧，从第1集的中森明菜到最后1集的山田凉介，里面的客串嘉宾多达上百位，并且他们还是各个领域的顶流大咖，比如说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明石家秋刀鱼，80年代红得发紫的偶像女星泽口静子，还有红遍亚洲的日剧天王木村拓哉，他们都在古田任三郎第2季中即将出演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收藏一波，不然后面找不到喽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1季最后1集，被谋杀2次的数学家。在一个风景宜人的海岛上，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的数学家颁奖典礼。获得最高荣誉的是这2人，油腻宅男胖虎和他的搭档小五郎。胖虎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他却是有着真才实学的数学家。而小五郎呢，不仅没什么用，反而还想抢走胖虎的妻子静香。然而这一切也都被胖虎看在眼里。表面上看2人还是好兄弟，其实背地里早已貌合神离。胖虎的妻子静香是一位大美女，2人从5年前结婚一直到现在，根本就没有一丝感情。胖虎的心里只有数学题，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名油腻肥宅。这天，静香终于忍受不了，和他提出了离婚。胖虎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他表示等这次颁奖大会结束，2人就彻底断绝关系。刚说完，下一秒，胖虎又使唤静香去酒店前台帮自己拿一下信件。随后，静香来到前台，表达了半天，服务员也不知道他要干嘛。此时古田刚好路过，眼看是位大美女，便上前帮忙取得了信件。紧接着，静香把信拿给胖虎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胖虎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表示现在不想这么轻易的离婚，想离也可以，把小五郎叫来和他解除合作关系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说完，胖虎转身离开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小五郎正在接受采访，突然静香打来电话，表示自己一不小心将胖虎推倒在地，他的头撞在花盆上，现在已经死去。听完，小五郎赶紧来到现场。静香解释了这一切，表示自己是过失杀人，想要报警，但是小五郎却不赞同他这么做，因为一旦报了警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瞒不住，到时候2人就有了合伙谋杀的嫌疑。说完，小五郎表示你先去楼下酒吧等着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。随后，小五郎接过房卡，脱掉外套，放下随身携带的扇子，开始清理现场。他将裤衩给胖虎穿上，然后从冰箱里拿出1瓶酒和1盒腌鱼肉，强行灌入胖虎的嘴中。紧接着，小五郎将胖虎的手表调到10点半，然后砸烂。清理完现场的指纹后，他又把胖虎拖到楼梯口，眼看四下无人，将胖虎从上面扔了下去。就这样，小五郎将胖虎的死伪装成是他醉酒摔死的假象。最后，他将房卡扔在地上，慌张地离开了现场。然而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，把他给吓傻了。这部高分推理神剧，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根本猜不到故事的真相。小五郎将好朋友拖到楼梯口，然后把他从上面扔了下去。他准备将这一切伪装成是好朋友因为醉酒而跌落楼梯摔死的假象。处理完现场后，小五郎来到酒吧找到静香，将自己的计划全部给静香讲述了一遍。胖虎的手表被他砸碎，停在了10点半，而现在的时间是9点半。小五郎拿出早餐预约卡，表示服务员每隔1个小时就会来收一次这个预约卡，等到10点的时候，我们找机会把卡挂在胖虎的门上，这样就可以让人误以为他在10点之前还活着。然后我们在人多的地方待到12点，再找几个笨蛋做证人，这样我们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刚说完，古田和金泉来到了酒吧里。小五郎一看，还真是说曹操到啊，这2笨蛋刚好适合做我们的证人，于是赶紧招呼他俩过来。随后4人在酒吧闲聊喝酒，等到10点的时候，小五郎按照计划找借口去上厕所，偷偷跑到胖虎的门口，挂上了早餐预约卡。回到酒吧后，小五郎为了拖住证人到12点，于是提议几人到静香的房间打扑克。刚打完1局，房间有点闷热，古田随口说了一句，早知道带把扇子来就好了。此话一出，瞬间让小五郎想起了什么。原来小五郎在处理现场的时候，不小心将扇子遗忘在了胖虎的房间里。古田和金泉正开心地玩耍着，下一秒，小五郎瞬间翻脸不认人，站起身来大声地指责古田耍赖皮，接着还把他们赶了出去。随后小五郎来到胖虎房间，路过楼梯才想起房间钥匙被他丢在了尸体旁边。然而等他来到楼下时，却发现胖虎的尸体竟然消失不见。找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后，小五郎来到胖虎的房间门口，听到里面有动静，便怀着疑惑敲了敲门。然而下一秒，小五郎被瞬间吓得亚麻呆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开门的竟然是胖虎本人。原来胖虎并没有死，他只是撞到后脑晕了过去。紧接着，小五郎跟着胖虎进到房间里，趁他在喷药时偷偷取走了扇子。随后胖虎来到卧室，在墙上写下了一串数学公式。小五郎走近一看，发现他竟然解开了一道世纪难题，这可是一个能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啊！小五郎激动地说，这一次咱们兄弟俩要在全世界出名了呀。还没等他说完，就被胖虎打断。胖虎表示这一次的发现成果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，和小五郎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。听完此话，
小五郎瞬间失去理智，只见他拿起桌上的烟灰缸，对准胖虎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随后，小五郎将凶器和破解手稿带回自己房间，然后又故技重施，将胖虎的尸体从楼梯口扔了下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不远处有3名服务员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。被逼无奈之下，小五郎只好脱掉胖虎的泳裤，从一旁的泳池直接游到了对岸。这时，服务员们也发现了胖虎的尸体。第二天一早，当地警方在现场调查，古田和金泉也来到了这里，二话不说直接冲进现场，掀开白布，低头闻了一下，果然在尸体上发现了问题。紧接着，古田来到胖虎的房间，一番调查过后，发现了3个疑点。第一个是卧室的墙上有钉子钉过的痕迹，第二个是胖虎的眼镜盒里有一副破碎的眼镜，第3个疑点是房间的地毯上还残留着少量的酒。调查结束，古田表示他在检查尸体时发现死者的后脑处有一块淤青，淤青处有刺鼻的药膏味道，而且那味道还很浓郁，应该是在他出事前才刚刚喷上去的。说完，古田从电视柜里拿出一瓶气雾剂，表示这就是胖虎喷的那瓶药膏。随后古田发出疑问，死者光着身子下楼去干什么呢？如果是想去游泳的话，那出发前还喷什么药膏？所以古田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岛国知名数学家接连2次被害，古田在死者的房间发现了诸多疑点，案中案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真相。随后古田找到死者的妻子静香，经过询问发现他和胖虎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。静香表示，胖虎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向他施暴，而且他不仅脾气不好，性格也非常的古怪。早餐必须吃煎蛋，煎蛋必须得是溏心的才行，不然的话就会遭到暴打。静香说，这5年来自己也有好几次想杀死他的想法，但是想归想，自己并没有杀他。说完，古田离开，转身来到死者的房间，想继续调查，结果刚好碰到来送早餐的服务员。古田带领了死者的早餐后，在食物里发现了一个重要疑点。随后他找来小五郎，指着盘子里面的2枚水煮蛋说道，我记得静香曾经说过，胖虎的早餐只吃溏心煎蛋，其他的一概不吃。然而胖虎的早餐预约卡上填写的居然是水煮蛋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就说明了胖虎的早餐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填写的。服务员去收早餐预约卡的时间是10点钟，而死者手表上停留的时间在10点半，这很有可能是凶手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，在10点之前胡乱填了早餐卡，并将它挂在了胖虎的门上。说完，古田表示，作案凶手应该不是静香，因为他知道鸡蛋这一栏必须填写什么，并且杀死胖虎的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位日本人。如果不是，那也是一个非常了解日本美食的外国人，因为胖虎房间里的那盒腌鱼肉，只有日本人或者是了解日本美食的人才知道那是下酒菜。说完，小五郎表示，我有不在场证明，当时我和你们在一起。古田回应说，你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，我记得10点左右的时候你去过一趟厕所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小五郎感觉自己要暴露了，于是他决定将这一切嫁祸给静香。回到房间，他把凶器带上，然后悄悄来到静香的房间里，将新烟灰缸给替换掉。接着他又匿名举报。到了下午，当地警方在静香的房间里发现了凶器，加之他又有杀人动机，很快他就被当地警方逮捕。在警察的审讯之下，静香也说出了第一次的事情。他表示自己和胖虎发生争执时，一不小心推了他一把，然后他的头就撞到了花盆脚上。静香声称自己是过失杀人，不是故意谋害。听完静香说的这一切，古田回到房间仔细思索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想着想着，突然间他看着墙上挂着的画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随后他来到死者房间，拿下了那幅挂在床头的画。果不其然，画的背后有异常，只见一大串数学公式出现在眼前。古田拿笔记下，找到酒店里其他数学家，经过询问，古田终于明白了这一切。随后古田找来静香和小五郎，拿出2副眼镜对着他们说，这2副眼镜都是胖虎的，而且他们都被打坏了。这说明了胖虎曾经遭受过2次撞击，第一次是和静香发生争执的时候，第2次呢是凶手行凶的时候。那么凶手是谁呢？古田指着小五郎说，杀死胖虎的凶手就是你。说完，古田把他们带到胖虎房间，刚到门口，古田就指着卧室里那幅画表示，那幅画挂在床头太危险了，真不安全，我去把它取下来。这时小五郎顿时慌张起来，连忙跑去阻拦。趁着古田还没有取画，小五郎把数学家叫到屋里，慌忙表示自己解开了一道世纪难题，破解过程就在这幅画的后面。然而下一秒，古田取下画来，背后却什么都没有。看到这一幕，小五郎直接懵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这是古田设下的圈套，这个房间不是胖虎的，他只是和胖虎房间装饰格局完全一样。随后古田询问小五郎，胖虎在房间写下的数学公式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其实解开世纪难题的不是胖虎，更不是你小五郎，这道世纪难题是上周被一位外国数学家解开的，他给全世界知名数学家寄来信件，想让大家验算证明一下静香在前台取到信件的时间是8点钟，那么胖虎在墙上写下数学公式的时间也是在8点以后。胖虎第一次受到撞击晕了过去，
醒来后失去了短暂记忆，看到数学公式，他误以为是自己解开的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，谁知道这墙上有数学公式，谁就是当时在现场杀害胖虎的凶手。听完古田所说的这一切，小五郎最终无奈认罪，瘫坐在了沙发上。最后，小五郎被当地警方带走。古田找到静香，拿出胖虎第一副破碎的眼镜，对着他说：“其实凶手应该是2个人才对，只不过第一位凶手没将胖虎杀死而已。眼镜坏成这个样子，绝对不可能是简单的推倒造成的。而且以你这样的体格，想要推倒胖虎那可不容易。”说完，古田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是镇内孝则和水野真纪，一个是真人版柯南里的毛利小五郎，另一个是出了名的美人胚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